我刚出生时，爹爹请人为我取了名字10秒。算命大师说我取了这名字，日后必大富大贵。可没想到，这名字被二叔偷听去，竟换给了堂姐。但二叔不知，堂姐压不住这名字。大师曾笃定地对我说：“你生来就有主角光环，属于你的东西没人能抢走，他反而得替你挡灾，一生不幸。”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大师，你看看我们取的几个名字，哪个好啊？爹拿出一张纸，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几个名字：10秒、10清、10余、10消。大师看了看爹怀里的我朝大师天真一笑。那时我还小不记事，这是爹后来告诉我的。我这一笑，大师也跟着笑了。他点了点纸上10秒这个名字，就选这个，你闺女适合，取了这名字，保证她一生大富大贵，命运顺遂。爹得了指点，正想去给我落户口，却听到门口有动静。爹问谁来了，他把我交给大师抱着，自己去门口，只看到二叔匆忙离去的背影。爹心里莫名不安，一回屋就看到大师在逗我。爹刚准备从大师怀里接过我，大师就开口道：“你家闺女有福，和我有缘，不如让她认我做干爹，日后也可以学学我这本事。”爹大喜过望，干爹在这一带很出名。于是那天爹没去上户口，而是买了礼物带我认了干亲。临走时，干爹给我带上一枚平安扣，又写了张纸条给爹：“建国，如果10秒这个名字没了，就给你干女儿取10余这个名字。”爹挠挠头，咋能取不上名字呢？就一个名字。干爹神秘一笑：“非也非也，等时候到了，我会回来亲自教我干女儿。若取不上10秒这个名字，就打开纸条。”说完就走了。爹反应几秒才抱着我追出去，可哪还有干爹的影子，找不到人，爹就抱着玩平安扣的我回了屋。娘一直在厨房忙碌，这时正好端出最后一盘菜，她用围裙擦了擦手，让爹招呼干爹吃饭。爹摇摇头说：“干爹一眨眼就没了。”吃饭时，娘给我喂奶，还啧啧称奇，说干爹有本事。次日一大早，爹娘刚要带我去上户口，就被二叔叫到老宅。人来得很齐，二叔站在众人中间，骄傲地仰着头，牵着3岁的堂姐，宣布道：“我给我家娃算了一下，改名成10秒了，3个水那个秒。”爹抱着我，眼睛瞪大。二叔看向爹，眼中满是得意。爹立马知道，那天二叔都听到了。家里其他人吐槽多大点事，还把全家人聚一起说。二叔得意洋洋：“我女儿这名字可不简单，有福气的很。”说着掏出一张彩票，改了名后我去买的，中了1万块。众人一脸不耐烦，瞬间变成惊疑和恭维。二叔享受着夸赞，爹则带着我回去找干爹的纸条。娘从我爹手里接过我，就看见爹小心翼翼打开纸条。刚打开，爹紧皱的眉毛就舒展开来，甚至笑出了声。纸条上写着：“换名换名，换名者替我干女儿挡灾，待我归来，欠了小鱼的都要被还回来。”爹摸了摸我的小脑袋，哈哈大笑：“我闺女就是有福，等你干爹回来，咱就能享大福了。”我还以为爹在和我玩呢，看着爹笑，我也咯咯笑起来。当天下午，爹和妈就给我上户口，叫10余。百岁宴那天，爹抱着我逗我：“小鱼小鱼，选一个。”我面前放着各式各样的抓周礼物品，小算盘、毛笔、书、娘的金戒指等等。我咯咯笑，手里紧紧抓着干爹给我的小平安扣不松手。爹没办法，点着我的小鼻子说：“你就是喜欢你干爹是吧？”这话声音很小，没人听见。抓周礼完成后，亲朋好友陆续送礼，别人都是小礼物或小玩偶逗我玩。二叔来的时候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脖子上挂着细金链子。堂姐10秒也穿着公主裙，像只骄傲的小天鹅。爹敌似的看着二叔，二叔装作没看见，赚了点小钱就跟暴发户似的。二叔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小沓钱递给爹，这点小钱庆祝我小侄女，毕竟我有现在的成就全靠我小侄女，那我就祝我的小侄女大富大贵，平安顺遂。那8个字，二叔咬得极重，小人得志的神情让人很想揍他。可干爹的纸条给了爹莫大信心，爹毫不犹豫对回去：“那必须的，我闺女就是有福气，这辈子肯定大富大贵，平安顺遂，谢谢你的祝福。”二叔却觉得爹嘴硬，无所谓的笑笑，带着10秒就走了。这地方寒酸，下次不用邀请我了。二叔的话传遍每个人耳朵，有些人脸上露出尴尬神情，爹当没听到，招呼亲朋好友吃好喝好，笑脸盈盈。自那以后，二叔家越来越好，好像真应了干爹的话。二叔买彩票中了不少钱，虽没中1等奖，但小奖加起来让原本贫困的家实现大逆袭。后来二叔家房子拆迁，投资的项目也无一例外爆火，我们家却一直不温不火，和以前没太大区别。我跳级上初一，比我大3岁的10秒因为二叔的成功成了校园一霸。家族聚会中，
我和石淼总被对比，一个家境一般成绩优秀，一个家境优良脑子不开窍。碎嘴亲戚说二叔家有钱，但孩子不行，说不定石昱能考上清北，带领全家发达呢。这让本就看不起我们家的二叔家有了别的心思。开学第一天，石淼校服松松垮垮，戴着耳钉，化着浓妆，一脸不屑，身后还跟着几个类似打扮的女学生，他们把我团团围住，我被摁倒在地。石淼双手环胸，一脚踩在我肩膀上，低身靠近我。哟，这不是我学习优异跳级来我地盘的妹妹吗？石淼说完，自顾自笑起来，笑声放肆，她的小姐妹们也跟着笑。其他人看到这一幕，被知道内情的人介绍后，或是同情，或是看好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石淼很享受别人的目光，毕竟他爹这2年在南市有头有脸，一般人不愿得罪他。所以当时淼踩着我的肩膀说，这人和我有过节，谁要是和他好，那就一切威胁都在不言中。配上石淼标准的恶女形象，众人一哄而散。石淼满意的看着这一切，看着我毫无波动的脸，只觉得无趣。我拍了拍肩膀上的灰，看着石淼的背影，没事，一切就快结束了。没人敢忤逆石淼来接近我，可为讨好石淼而侮辱戏耍我的人却不少。我的本子被画鬼脸，凳子上有各种颜色饮料水，还时不时冒出小虫子，这倒新鲜。我冷着脸擦去水，把虫子用卫生纸粘死，拿着尸体嘲笑的最欢的几个男生走去。这是你的吗？天真的嗓音和话语搭配我的冷脸，他们不笑了，眼神躲闪。于是欺负我的人少了，但孤立却越发严重。我独自坐在后门口，因为我的每个同桌都被石淼威逼利诱过。初一上学期结束，新年家庭聚会，我全年级第一的成绩被亲戚们挨个夸赞，只有我在关注石淼。她原本被夸像小公主般高贵，可我的第一抢走了所有夸赞。石淼才13岁，恶毒的目光却如毒蛇般死死盯着我。我毫不避讳地迎上他的目光，这无疑是挑衅他。于是石淼突兀的声音响起，小鱼学习是挺好，就是人不太行啊。我可听说小鱼一个人得罪了全班人，都没人愿意和他坐一起呢。每一个字都毫不掩饰对我的恶意。爹脾气不好，脸上已动怒。我安抚地拍了拍爹的手，爹，大过年的，别为野狗犬吠而动怒，不好看。听到我说他是野狗，若眼神能杀人，我可能早死在他那刀子般的目光里了。至于堂姐，我为何被孤立，我觉得你比我更清楚背后原因吧。我们和二叔家剑拔弩张，几个亲戚连忙和稀泥道，大过年的，咱不提这些事，来吃糖吃糖。年夜饭一吃完，石淼就和二叔坐上私家车，不屑地看我们一眼，扬长而去。回到家后，暴脾气的爹斥责二叔家现在的态度，娘在旁边安抚爹。我摸着有些发烫的平安扣，若有所思。下一秒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我似有所感，连忙起身去开门。开门，只见一个沾染一身风雪的男人。我歪头看着他，疑惑开口：“你是？”虽还不知这人是谁，但愈发烫的平安扣已透露了他的身份。这人还没开口，听到开门声走来的爹和娘，爹一把越过我，握住面前人的手：“大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果然是我的干爹。”我握着平安扣的另一只手戳了戳爹：“爹，快和干爹进屋吧，干爹一身血，冷呢。”爹缓过神，赶忙领着干爹进屋。听到我这么上道喊干爹，干爹路过我时狠狠撸了一把我的脑袋。等大家都坐下，本来看起来神秘的像幕后大 boss 的干爹一下子抱住我开始嚎：“我可怜的干女儿啊，这10年你受苦了呀！”呜呜，都是干爹没用啊！我呆愣住了，爹可没告诉我干爹是这副德行。我求救地看向爹和娘，可他们也和我一样面面相觑，爱莫能助。我艰难地举起手拍了拍干爹的背：“干爹，嗨嗨，放开我，嗨嗨，抱得太紧了。”听到我艰难发出的声音，干爹连忙松开我，我这才看清他的模样，长得很不错，剑眉星目，脸上还有没来得及擦掉的眼泪。只见他薄唇轻启，全家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。然后干爹狠狠地擤了一下鼻涕，尴尬地朝我爹道：“能不能给我2张纸？那啥，擤个鼻涕。”全家人都被这一声弄得尴尬无比，明明桌子上就有卫生纸，爹却只当看不见。哎呀，卫生纸怎么没了？我记得卧室里放的有新的，等等我这就去给你拿。爹逃一般的进了他和娘的卧室，我娘尴尬的在原地抠手指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把我揪起来开始训我：“谁让你刚刚说死字的？大过年的多不吉利，快呸呸呸！”我麻木的觉得这一切都是幻觉，听着娘的话，不停的呸呸呸。等干爹擤完鼻涕，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后，我们4个人坐在一起。我只觉得要是没有鞋子阻挡，31厅的家能立马变成15厅，毕竟人均一个梦幻31厅。最后还是干爹打破了这尴尬，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哎呀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我还是回来晚了，错过我宝贝女儿这么多年，让我女儿受苦了。”我爹也客套道：“哪有哪有，我们过得挺好的。”然后2个人面面相觑，尬笑2声。
就在这时，爹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打破了这氛围。爹看了一眼来电人，神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我们凑近一看，果然是二叔的名字。爹刚准备打开，干爹制止了，让爹开免提。爹接通后立马打开免提，下一秒二叔的声音传来：哥，新年快乐。听小淼说小鱼在初中没人愿意跟他玩，也不是我说，小鱼这性子的改，他这样子很不讨人喜欢。这句话让在场除我之外的人脸色都变了，我依旧面无表情，满不在乎。爹张了张嘴刚要对回去，被干爹捂住嘴。此时干爹的神情比我还冷几分，无声对爹他们说，让他说我要看看我女儿这些年咋受欺负的。二叔的声音喋喋不休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世道的有钱才行，要不你让小鱼跟小淼好好说说，我家小淼人心好，只要喝，你家小鱼好好跟我家小淼认个错啥的，小淼肯定会好好带着小鱼。那得意的声音让人心里难受，爹的脸色越来越黑，娘一直拍着爹的背给他顺气，可爹还没开口，就看见干爹蹭地站起来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手机，标准骂街模样，骂的也很标准。你个龟孙，我家小鱼好着呢，就你家那个心肠坏长的也坏的，也配跟我家小鱼？你在狗叫什么？你家的还是捡我们不要的名字，遭报应哟！我扯了扯干爹，他也骂得兴起，我甚至能看到他白皙面庞泛起红晕。干爹，对面都被你骂没声了。许久才听到手机里传来一个怀疑人生的声音：你给我等着。留下这句颤颤巍巍的话后，对面嘟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干爹坐回沙发上，又像谪仙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。爹嗓了嗓娘，娘摇了摇头，都不敢上前。我看了看不争气的爹娘，蹲下将头贴在干爹腿上，然后开口：干爹，你说你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二叔他们得到报应的时候，还有你不是说要把你全身本领交给我吗？干爹一巴掌拍在脑门，清脆一声，让我怀疑干爹脑子是空的才这么想。哎呀，你干爹我都来了，肯定给你办到，不然我可爱的女儿不是白受这些苦了。干爹抬起我的脸，开始疯狂揉，我用死鱼眼看着他，只觉生无可恋。虽然但是我一不可爱，二不可怜，我只是觉得二叔一家很讨厌。好，我的宝贝女儿说什么都对。我彻底摆烂，爹娘也不管我，乐呵呵地看着我和干爹互动。我总觉得要是法律允许，干爹肯定要和我爹娘争我的抚养权。第二天，我把干爹从温暖被窝里挖出来，起来，你昨天答应我今天要教我学你的本领。这是见到干爹以来，他第一次露出除喜爱之外的表情，先是哀怨地看着我，摇了摇头，才恢复那爱我的眼神。他像变戏法似的，从睡衣小小的装饰性口袋里掏出一本书，厚的堪比《论语》。看着干爹得意的小表情，我乖巧地顺应他的想法。哇，干爹好厉害，从哪里变出来的呀？干爹得意地把书递给我，我却看到书上几个大字：母猪的产后护理。我琢磨着，看来干爹希望我日后学动物医学。先别急，大过年的别这么卷。爹喊着干爹和我。吃完热乎乎的饺子后，爹拿了些鞭炮，放了个开门炮，就把剩下的鞭炮给我玩。可我还没点燃手中的仙女棒，就感受到一道期待的目光，一转头和干爹对视上了。干爹吹了个口哨望天，我好像懂了，于是给干爹递了递手中的仙女棒。他一边嘴上说着这么幼稚的玩意谁玩啊，一边从我手中拿走，还辩解一句只是不想让我失望罢了。然后我和爹娘三个人看着他玩得跟个二傻子似的。好不容易把所有能玩的鞭炮都玩完了，干爹搓着冻红的手往屋子里钻。大年16之前，我们都没再提二叔一家的事，默契地守护着过年这件事。16号一结束，干爹第一次起得比我早，这次换他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挖出来，我像个娃娃被干爹穿好鞋，牵着出了房门。爹和娘都已坐在沙发上，脸色带着点难以掩饰的欢喜。我也坐在爹娘身边，干爹带着笑站在我们三个人面前。我亲爱的女儿，作为干爹，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给我的亲女儿，那就是最后一个字被干爹拉得很长，把我爹娘勾的头都凑了过去。爹娘的动作极大地满足了干爹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接着往下说：我将赐孩这个世界欠你的所有，接下来你必会平安喜乐，顺遂无虞，富贵荣华。说这段话时，干爹的声音突然变了，空灵至极，像远古而来的梵音。干爹的目光也从对我满满的喜爱变成了神佛雕塑般的毫无波澜，只有对世间人的怜悯。再一转头，爹和娘已经开始疯狂鼓掌，跟被传销洗脑了似的。我娘看我没鼓掌，一巴掌拍在我背上，还不赶紧鼓掌？你干爹对你多好啊！虽然我不知道这嘴皮子上下一动有啥好的，但已经过了年，爹和娘可以打我了。恐惧之下，我机械地鼓起掌。干爹好一会儿才从刚刚的状态里脱出，眼神立马又变成对我满满的喜爱。我恍惚看到一只大狗摇着尾巴朝我扑来。怎么样，宝贝，喜不喜欢我给你的礼物？在爹娘威胁的眼神下，我原本摇头的动作立马变成点头如捣蒜。
干爹，我真的太爱你了，你这个礼物是我这10几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。干爹没察觉到我语气中的僵硬，开心的从我不知道的地方掏出来一支笔，还是个毛笔，笔尖带着金色。干爹拿着笔在空中开始画着什么，只见随着笔尖舞动，空中也出现金色的符咒。只是每多画一笔，干爹的脸色就白一分。画完后，空中的符咒轻飘飘地落在干爹有些颤抖的手上，他开口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看到我担忧的目光，艰难地笑了一下，我没事，乖乖拿着这个，有了它，你就可以拿回属于你的一切了。我接过那个符咒的瞬间，符咒就化作一道金光没入我的眉心。看到我的眉间长出一颗红痣后，干爹笑了一下，就突然倒了下去。还好爹接得快，将干爹接住放倒在沙发上，守了干爹1天1夜，他才醒过来。干爹一醒，我感觉他平白无故老了好几岁，仔细瞧，头上竟多了好几根白发。干爹又露出那没心没肺的笑，哎呦呦，干爹突然倒下，可把我的小鱼吓着了吧？没事，就是写完符咒有点累。干爹见我眼中满是不信，恰好这时听到动静的爹和娘赶紧进了屋。干爹就此结束这个话题，转而对爹和娘说，跟你们说个好消息。爹脸上露出不赞同的神色，我只觉手上一热，是干爹握住了我的手在安抚我。能有啥好事？你都突然晕了，多吓人。干爹先是歉意地笑了笑，接着刚才的话说下去，符咒显灵了，很快小鱼二叔一家就要付出代价了。而且小鱼本来有个生死劫，若不是幻明这事，我肯定得帮小鱼渡生死劫。现在好了，生死劫小鱼二叔一家会帮忙渡。爹和娘还是很善良，他们只想让二叔一家付出代价，不想他们死。干爹一看爹和娘的神情，就知道他们在想啥，笑道，你们想啥呢？他们要是死了，我会有因果的，只是死劫会平摊到他们身上罢了，放心，不会有人死的。爹和娘松了口气，拍着胸脯说，那就好。可干爹，你难道不知吗？你握着我的手都出汗了。之后家里好像恢复了平静，干爹逗我，爹和娘看着笑。只是恍惚间，我总觉得干爹一天不如一天，即将失去的感觉总缠着我。平静的外表下掩藏着巨大的苦楚，没由来的，我想到了这句话，我顺从内心扑进干爹的怀里。干爹，你是不是要守着我一辈子？干爹捏了捏我的鼻子，那肯定啊，我要守着小鱼，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，你别挽着你爹了，挽我。爹立马吹胡子瞪眼，要和干爹吵一架。时间在吵吵闹闹中度过，很快寒假就结束了。而一开学看到10秒的时候，我不禁内心升起巨大的疑惑。10秒这次擦掉了浓妆，耳钉也取了下来，校服干干净净穿在身上，面容很是憔悴。要不是过年时见过10秒不化妆的样子，我可能都认不出这是他。10秒身边的小跟班少了几个，他看见我的瞬间，眼中迸发出我熟悉的怨毒目光，宛如毒蛇。他冲到我面前，想用胳膊肘撞我腹部，我躲闪不及，只来得及捂住腹部。可在靠近我时，10秒突然倒地，再次爬起来，2行鼻血流下，配上他憔悴发黑的脸，真是狼狈极了。周围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他的小跟班连忙过来扶他。10秒让小跟班摁住我，他举起手想扇我一巴掌，可他又一个平地摔，这次一颗门牙都摔掉了半颗。10秒怨毒的目光变成了难言的恐惧，招呼着小跟班赶紧走了。回到班级后，我的前桌一个很可爱但也很胆小的女生突然转过来，腼腆一笑，递给我一颗糖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班里人的善意，我一下子就对干爹那天说的话有了真实的感受。吃下那颗糖，只觉得那股甜到了心里，直到回家前我都很开心。可我的手握住门锁还没拧开，就听见屋子里传来二叔令人厌恶的嗓音，你们到底用了什么邪术？我家小淼已经1个月没睡过好觉了。我推门而入，就看到二叔牵着10秒大叫着，毫无形象。爹和娘坐在沙发上喝着茶，干爹站着指着二叔骂着，骂到最后，二叔突然停了下来，仔细看着干爹，突然就给干爹跪下了，还磕了2个头，就差抱着干爹的腿哭了。所有人都被这变故吓了一跳，干爹被吓得跳了起来，大声喊着别碰瓷我。二叔凄然开口道，你是那个大师吧？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，你是大师，这个名字也是你取的，你一定有办法吧，你一定有吧。二叔希冀的目光看向干爹，干爹一听就知道反噬来了，1秒进入到那宛若神明的状态。这是你自己造下的恶果，我亦不可改变这一切，但你们偿还因果，一切自会回归正轨。可这话二叔听不下去，他往前爬了几步想抱住干爹的腿，但干爹一个瞬移就远离了二叔，站在了我身边。我挡在干爹面前，看着二叔第一次露出乞怜摇尾的样子，他对着干爹的方向又磕了几个响头，只换来干爹无声摇摇头。10秒受不了这一幕，扶起二叔，恶狠狠地说，石鱼你等着，我要你为今天这事付出代价。就在他们快出门的时候，二叔突然回头朝我笑了，笑得很诡异，没用的，这个世界是偏向我们的，
没办法更改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和爹娘都是一头雾水，可干爹的脸色却凝重了起来。那天之后，干爹对我看得紧了许多，每天都亲自接我上下学。干爹紧绷的精神让他消瘦不少，我和爹娘都劝他好好休息。半个月后，无事发生，爹娘开始强制要求干爹在家好好休息。干爹无奈应下，但又掏出那支笔画了个符咒，落在我的手臂上。宝贝，有他在，会没事的，一切都会走向好的方向。其实这半个月，我的日子已经在转好了。10秒家出了事，公司遭到重创，二叔家再也没能力摆谱，曾经的好运都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干爹把符咒落在我手臂上时，脸色惨白一片，满满的破碎感扑面而来。我带着对干爹的担忧去上学，一天下来都平安无事。我只觉得干爹是在小题大做，可这次是我太天真了。刚出门，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就把我绑走了。眼睛再次重见光明时，我被绑住手脚，躺在一个废弃的水泥房里。二叔10秒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出现在我眼前。10秒脸上又画上了浓妆，可他的疲惫还是能从眼睛里看出来。二叔朝那个不认识的人点了点头，那个人像收到指令一样，在包里翻翻捡捡。二叔则蹲下来，视线与我齐平。你说我好不容易让10秒成为世界中心，为啥现在世界气运还在朝你偏斜？我听不懂二叔的话，只觉得他是神经病，别开眼不想看他。二叔恼了，把我的脸掰向他，恶狠狠地说，这就是女主的心高气傲吗？也不知道待会你还傲不傲得起来。二叔真的像个神经病。刚刚翻包的人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，只见是一个写满黑色符文的符纸和一个形状怪异的匕首。他拿着匕首一层一层割开我的衣服，就在匕首要割我的胳膊时，干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一脚踹翻了眼前人。干爹看着面露惊恐的二叔，冷声开口道，本以为让你归还气运给小鱼挡劫就算了，可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想抢夺小鱼的一切。二叔也不甘地回嘴道，为什么他生来就要享受一切，世界围着他转，而我们一家就要当配角？我不服。干爹眼神不屑地看着二叔和吓傻的另外2人，呵，异想天开。干爹手中书的出现一张符纸，闪着耀眼的金光，既然死性不改，那我就送你们去死。符纸被干爹甩飞出去时，变化成3张符纸，精准的一张符纸落于一个人身上。被符纸贴上的一瞬间，3个人都忍不住大叫起来，好像承受着极大的痛苦，丑态百出。干爹一只手捂住我的眼，不让我看，直到声音全部消失。干爹松开捂住我眼的手，整个人撑不住似的跪地疯狂咳嗽起来，鲜红的血从他捂住嘴的手缝中露出。我想去抱抱干爹，可被束缚住的手脚限制了我的动作。干爹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咳血了？我焦急的不断挣扎着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干爹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，整个人也苍白如雪。干爹好不容易咳得停了下来，朝我笑，宝贝，睡一觉吧，睡醒了一切都会好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陷入了沉睡。睡梦中，我看到一个和干爹形象大不相同的人，可直觉告诉我那就是干爹。我扑过去，期待干爹把我搂进怀里，却扑了个空。我从他身体间穿了过去，只见干爹像是下定了决心，朝着面前的空气说，好，我要去拯救石鱼。后来我看到了一切，我是小说女主，是干爹创造的人物。他说我是他最完美的女主，可有人窃取了我的名字，骗过天道成了女主。10秒一家开始打压我，为防天道发现我是女主的事实。最后我凄惨地过完一生。干爹发现这一切，疯狂修改原文，却改变不了。他一遍又一遍看着我死去，直到有一天有系统找上他，告诉他可以改变我，让世界走向正轨。干爹穿了进来，想改变剧情，可每次我都会被窃取名字。干爹一次次在我的坟前说对不起，说要改变命运。这一次名字依旧被窃取，所以干爹消失了10几年，去别的世界当攻略者，只为换取工具，让我活下来。一次次这样，是要消耗他自己的生命值。我哭着求干爹不要继续了，说我没有世界气运加持也能活得很好。可干爹听不见，只是一次次撞南墙，说一定要归还世界给我。我哭红了脸，然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泪眼朦胧中朝我走来。干爹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的宝贝啊，哭什么？这次我成功扑进干爹怀里。干爹不走，我不当女主了。干爹的叹气声给出了答案。干爹摸了摸我的头，宝贝，要好好活着呀，干爹会在另一个世界看着你，你要活得更精彩呀。我哭到最后，干爹也没有留下来。干爹咬破手指，在我眉心一点，宝贝，有了这个，你的生死劫会很好度过的。再见了，我的宝贝。一场梦醒，我擦了擦眼角的泪，奇怪，我怎么哭了？手不自觉地摸上脖间的平安扣，咦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平安扣的来历了？吃饭时我问起平安扣的来历，爹和娘都说记不得了，就带着呗。
出门时我突然问了一句，二叔家怎么样啊？娘弹了一下我的脑瓜子，你这孩子睡糊涂了吧？你哪有二叔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好像确实没有二叔哎。摸了摸平安扣，一股莫大的忧伤包裹着我，我好像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人。21岁那年，我凭借优异成绩成为保研名单中的一个，有个一直嫉妒我的男同学劝我放弃，因为他是保研7个人中的第8个。我不同意，他就想撞死我。被撞飞的那瞬间，我感觉眉心发烫，恍惚间听到一个声音，宝贝，恭喜你度过生死劫了。后来我的人生平安喜乐，顺遂无虞，富贵荣华。临死前，走马灯在我眼前播放，我看到了一个记忆中未曾出现的人。干爹，我想你了。